2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加入社交平台 TikTok， 积极为自己宣传造势。就在外界都以为美国要给 TikTok 松绑之时，美国众议院又推出了法案，企图封杀 TikTok。而此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突然又站出来为 TikTok 说话。TikTok 为何再次成为美国大选的筹码？美国政府为何对 TikTok 又爱又恨？从特朗普的推特治国到拜登在 TikTok 宣传造势，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一起来洞察关键。3月13号，美国众议院对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进行表决，以352比65的优势通过了该法案。该法案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公司在法案生效后的165天之内剥离对旗下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苹果和谷歌等应用商店将被强制停止对 TikTok 的网络托管服务。TikTok 也无法与其他美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下一步，该法案将被递交参议院进行审查和投票。在该法案提交众议院投票前，已经于3月7号在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比0的结果全票通过。拜登之前曾表示，如果他们通过了法案，我就会签署它。随后 ，TikTok 对美国众议院投票发布声明称，该项立法的过程是秘密的。该法案被阻止通过的原因只有一个，它将在美国禁止 TikTok。我们希望参议院能够考虑事实，听取选民的意见，并认识该法案对经济700万家小企业以及使用 TikTok 的1.7亿美国人的影响。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次的 TikTok 相关的法案，它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正好处于我们现在观察美国在互联网、数字空间、数据安全等整个国家的宏观治理体系架构结构性转变的一个拐点。去年10月份，美国在 WTO 改革中明确提出，未来不再支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和数字贸易的相关的一些国家立场。今年呢，2月28号、3月1号，都关于数据安全呢出台了针对中国的相关的行政法案。那然后呢，紧接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TikTok 的这样一个法案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体现了就是说美国在数字空间和网信领域的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的转变。3月24号，根据公众号有理儿有面文章显示，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发表声明，经内部评估，不打算接受 TikTok 被收购，准备退出美国市场。对于美国此举，当地时间3月19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登上英国主持人皮尔斯·摩根的未经审查网络对话节目时就表示，这非常荒谬。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Congress voted 352 to 65 to pass a measure basically that will lead to the forced sale or ban of TikTok in America. And it's because of concerns that it's Chinese-owned and could be used to monitor and manipulate American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I think it's absurd. Why? I think we're in the middle of, because I think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very typical American paranoid phase. This is a country that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where the political class, let me say, knows very little about anything. I know a lot of these congressmen, they're not very intelligent.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China. Most of them have never been to China. And we are stirring up, again, a kind of hatred that has absolutely no basis, in my view. Who is most likely to spy on me? By the way, my own government, by far. Do you not see China as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Not at all. 3月26号，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首场分论坛上，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喜欢 TikTok， 很多人都喜欢。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wonderful little app can be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实际上，算上这次法案 ，TikTok 在美国已经遭遇了5次封禁或下架风险。2020年8月6号，总统选举活动如火如荼之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90天内出售其美国业务，否则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运营。特朗普声称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指示时任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采取必要行动。在层层压力下 ，TikTok 同意与美国科技巨头甲骨文进行合作，接受审查，以确保在美国用户数据的安全。特朗普卸任美国总统后，2021年6月，新任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撤销特朗普政府对 TikTok 的禁令，但仍指示商务部长重新调查该应用程序，以确定它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22年6月 ，TikTok 推出德克萨斯计划，制定全新的组织框架和合作机制，强化问责制和审查透明度，旨在确保公司的独立运营、数据保护和内容合规性。为此，花费了15亿美元用于实施该计划。拜登政府进入执政后半期，决定为竞选连任做准备，便一改此前态度。2023年2月27号，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要求联邦机构在30天内从设备中删除 TikTok， 以确保美国数据的安全。美国众议院强化了对 TikTok 的法律行动。2023年3月16号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就安全和隐私问题接受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质询，在质询会上遭到了猛烈抨击。2024年3月7号，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再次发力，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出售 TikTok 全部业务和退出美国市场之间做出选择。相较于前几次，这次最特殊的就在于呢，这次正式的启动了国会、众议院到参议院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流程，而且这次不同寻常的是，在众议院呢表现出来这样一种非常情绪性的、戏剧性的结果，就是高票通过，而且速度非常之快。然后呢，在参议院呢，相关的法案讨论的表现得更加的复杂，因为呢，这个法案涉及的一个是具体的条款，它挑战了美国现在整个从行政到立法，甚至到宪法层面的很多的根本性的条款，以现在这个文本去审议，大概率是很难通过的。即便是在参议院通过，也会是很多重要条款经过调整以后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综合来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次看这个 TikTok 这次的法案呢，我觉得呢，就是说从总体来看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它比以前的一个区别在于哪呢？就是这次的风险性的信号更加明确。但吊诡的是，就在1个月之前，2月11号，美国春晚超级碗期间，82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国际版抖音 TikTok 发出第一条短视频。Trump or Biden? You kidding? Biden. 拜登在这段大约30秒钟的视频中，以年轻人偏爱的短平快方式，快问快答地回答了有关谁会赢得超级碗冠军赛等一系列问题。拜登首条短视频上线的第一天，便获得了约600万浏览量。竞选顾问称，该账户由拜登·哈里斯团队运营，并将像在其他社交媒体上一样定期发布内容。拜登在 TikTok 平台上首次亮相竞选活动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2月12号表示，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度来看，对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国家安全担忧没有改变。当记者追问白宫和竞选团队之间是否讨论过使用 TikTok 是否合适时，科比回答称无可奉告。拜登的竞选副经理罗伯·弗莱厄蒂强调，在 TikTok 上，拜登的竞选活动将覆盖数百万年轻人，否则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听说总统在气候变化、教育等一系列领域的成就。弗莱厄蒂就是拜登发的第一条视频里快问快答的提问者。曾参与奥巴马、希拉里竞选活动的民主党策略师迈克尔·霍普金斯说，候选人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 ：TikTok 是一个他们可以接触到所有选民的平台。其实，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与 TikTok 的网红合作的先例。民主党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优先事项甚至付钱给他们，让他们分享拜登的成功故事，并鼓励投票。
去年，白宫甚至首次举办了由 TikTok 网红参与的有影响力人士圣诞派对。TikTok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党候选人越来越多地使用 TikTok 与选举人和选民建立联系，这并不令人惊讶。相比拜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更早利用社交媒体直接影响受众。2009年5月4号，还是纽约地产大亨的特朗普便发布了第一条推特，提醒粉丝收看他将参加的 CBS 电视台节目《大卫·莱特曼深夜秀》。当时他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真人秀学徒的主持。之后踏入政界的特朗普更是将社交媒体的舆论力量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存续近12年的时间里，特朗普个人推特账号共发布5.7万多条推特。除了自我宣传以外，特朗普也经常利用这个账号攻击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政府工作人员，还有他最看不惯的假新闻媒体。而正如网络流行语“宇宙的尽头是带货”，特朗普也不能免俗。2月17号，特朗普现身一场商业活动，推销自己品牌的球鞋。这次推出的特朗普牌球鞋共有2款，其中一款为高帮金色，带有美国国旗图案。特朗普在展会上拿着这款鞋，称自己等待这一刻已有10多年，球鞋将会大卖。这双金色高帮运动鞋印有美国星条旗元素图案和代表特朗普的大写英文字母 T， 在网上以399美元的价格出售，限量发行1000双。特朗普品牌运动鞋专卖网站称，该限量版运动鞋已售罄，将于6月发货。在一些电商网站上，有买家将运动鞋转卖，鞋价顿时涨了好几倍。而有消息显示，在费城鞋展现场，一男子通过拍卖花了9000美元拿下一双特仕金靴。售卖特朗普品牌球鞋的网站声称自己没有政治立场，与任何政治活动无关。不过，根据特朗普去年公布的财务信息，运营这家网站的公司为特朗普所有。就在特朗普推出自己品牌运动鞋的前一天，他因财务欺诈等罪名被法院判罚3.55亿美元，且他上月还在一桩诽谤官司中被判处超过8300万美元的赔偿金。在这个时候高调卖鞋，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是为了转移视线。特朗普显然不希望特朗普被罚款这样的负面词条霸榜。特朗普当然也有选票的考量，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地位稳固，但想要在大选中战胜拜登，特朗普需要扩大选民阵营，吸引更多不同群体的选票。美国运动鞋文化盛行，许多年轻人和非洲裔爱鞋如命。而这2大群体对于拜登连任十分关键。《纽约时报》首席时尚评论家瓦尼萨·弗里德曼表示，尝试打入鞋圈可能也是特朗普对拜登开设 TikTok 账号向年轻选民示好的回应。美联社文章指出，特朗普团队希望特朗普可以拉拢更多年轻和少数族裔选民，特别是非洲裔男性。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创立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3月26号在纳斯达克上市。此前的3月22号，据财联社晚间报道， DWAC 特别股东大会投票批准了公司与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合并的交易。Truth Social 是特朗普于2021年自创的社交媒体平台。其应用程序包括自定义个人资料、搜索工具、视频、短信等多项功能。Truth Social 的用户绝大多数都是特朗普的粉丝，而在成立之初 ，Truth Social 的母公司 TMTG 就计划通过 DWAC 上市。不过，由于监管调查和其他问题，合并期限一直不断延后。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将拥有合并后的新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约7880万股，持股占比至少58%。以 DWAC 最新股价计算，这笔股权总价值达到3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30亿元。2月11号的时候，拜登正式加入 TikTok， 成为首位入驻 TikTok 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最近我们看到情况有所变化啊，他为什么这时候对 TikTok 的这个态度发生变化了？
其实我觉得拜登啊，从本质上来讲，对 TikTok 的问题啊，他其实一直是把它当做一个政治议题来操作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其实不仅仅是最近他入主 TikTok 的这个行为，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一批网红来为他助选，都能反映出他希望通过 TikTok 来触及到更广大的年轻人的群体。拜登其实是一种既要又要的心态，既希望在选举层面，在选民群体上争取年轻人的这个支持，同时他又希望展现一个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这种形象，从而使得他能够在各个不同群体中都能够得分。这是他目前这样一种表态出现所谓反复的这种原因。王先生，您对这个拜登的 TikTok 的这个账号有没有近距离的观察？我看了一下这个拜登的他这个账号的内容。大概有这么3类吧，那么第一类还是在宣扬自己的政策理念和这个宣扬自己的政绩。第2类我觉得比较有新意的内容，就是说他可能为了更好的迎合年轻人的一些偏好，包括一些快问快答包括一些更接地气的一些行为。我想这个可能是表明他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的选票那么第3类内容，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就是在攻击特朗普，包括他把特朗普的很多的黑料放在上面。那么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其实他前段时间也犯了口误，他把他的妻子的名字梅拉尼亚说是梅赛德斯，所以拜登的这个 TikTok 账号呢就把这个视频放在了上面，而且不断的重复。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其实2党的这种恶斗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就是这种政治的相互的抹黑、这种诋毁，仍然在不断的加剧。你知道现在 TikTok 它的这个活跃用户1.7亿的美国人常年在使用这样一个社交媒体，那么这对美国大选会产生一个什么样新的影响？我记得当年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专门上过一门课，就叫做媒介形态与社会变革。他就观察到了，其实美国大选是会跟不断更迭的新型媒介形态是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比如说当年的肯尼迪和尼克松大选，最后为什么肯尼迪赢了尼克松呢？是由于那是第一次电视直接进行了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赛，所以呢，那个年轻英俊形象好的这个肯尼迪就占了这个电视媒体的这个优势，他就赢得了尼克松。那奥巴马时期的话是 Facebook， 然后有好多这种所谓的草根选民通过 Facebook 然后去动员小额的捐助，给奥巴马提供了很多的资金。所以你看这个媒体这个进入到社交媒体时代的话，奥巴马是获益者。然后再往下走的话，特朗普他获益的是什么呢？是社交媒体的2.0版，也就是我们说推特。因为推特媒体它能够做到什么？就是说我一个知名的人物，我可以在整个这个社交媒体上，我发送的信息是被所有的人都看见的。特朗普才有推特治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次的 TikTok 是我认为目前为止所有媒介形态里面最先进、最高级的。因为 TikTok 首先它是短视频，所有的媒介形态视频的冲击力是最大的。所以目前我个人判断是谁掌握了最新的媒介形式，谁就能赢得大选。同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美国国会一定逼着要剥离，又逼着我们这个字节跳动公司要出售 TikTok， 就它不能够允许这样一种先进的媒介形态是被中国人掌握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去年拜登加入到了特朗普开办的真相这样一个社交账号那可以说是相当于是在这个东道主的赛道上进行客场作战。拜登到底是什么意图？是这样的我们传播学里面有一个词儿叫信息茧房。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推算的这样一种信息投送方式，会造成你只看你自己想看的信息，然后这个软件就会不停地把这个信息推送给你，对吧？而特朗普的这个 Truth Social 这个真相的这个 APP 呢，他想建立的是一个纯右翼聚集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大的茧房，或者我把它称为叫做信息穹顶。特朗普想做的是这样一个就是彻底的固粉的姿态然后拜登肯定不会允许特朗普真正做成这个事儿，他是希望能够用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方式，希望左翼自由派其他人以他为代表的这些人也都加入到这个平台上，他不能让特朗普掌握如此强大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尤其是选举政治当中的兴起觉得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这个后真相时代。所谓的后真相时代，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政治动员方式以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媒介或者工具，它往往只问你的这个价值偏好，而不管这个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像特朗普这样一个包括他存在很多的个人的道德的污点，
包括存在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诉讼的问题，那么他的支持者也会无条件的支持他，就认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民主党人在进行政治迫害，都是猎巫行动啊。对，就是猎巫行动。那么民主党这边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样一个后真相时代就导致，在美国国内现在任何一项政治社会共识的达成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对立的加剧就导致现在整个美国民主的质量在下降。我想这个是会影响美国中长期它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目前，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各自锁定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意味着拜登与特朗普这对老对手将在11月展开新对决。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美国总统就职时的最高年龄是差不多78岁，正是由拜登保持的。而11月决出的美国总统年龄纪录将会由现年已经78岁的特朗普打破，还是被82岁的拜登再次刷新呢？美国出现老人政治的现象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又将对未来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哪些影响呢？美国总统选举正酣，根据目前的选情呢，拜登和特朗普几乎已经提前锁定了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为什么目前在共和党内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挑战特朗普？如果未来有那么一个人的话，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共和党这个特朗普化的这个趋势，它是一个大的趋势。即便是像麦康奈尔这样资深的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的精英，我们看到他最近的一个表态，就是他在今年的大选之后呢，也不再谋求连任，要退出这个政治舞台。他应该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内最大的一个对手。是的，是的。所以从他的这样一个表态，我们其实也可以解读出一些信息来啊。比如说，有人就认为他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也是无能为力的。我想现在我们谈未来共和党内会不会出现挑战这个特朗普化趋势的更年轻一代，恐怕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的比特朗普更年轻的这个政治精英在加入到他的阵营。德桑蒂斯，不管是德桑蒂斯也好，还是其他的一系列国会的这个政治精英也好，我们看到他都在打不过就加入。从政治上讲是更有利可图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主党。我们知道，2008年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呢，是47岁，还是比较年轻的。我们暂且不论这次拜登能否实现连任，那么民主党内部这种代际危机的现象也是非常的突出。您从民主党内部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首先当然是拜登这样一个人物，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是拜登拯救了美国民主因为他原来在击败特朗普问题上，民主党人认为是立了大功的。所以他这样一种老人政治有很多现实的土壤的。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看到现在在民主党内掌权的仍然是婴儿潮一代，也就是所谓这个1946年到64年这一代人，因为他们掌权太长时间了，导致他们之后的出生的这一代人，他没有办法在他们应该有的时间内去成长去进入到领导层，所以他们整体的发展滞后了，所以导致现在我们看到民主党内尽管发生一些代际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从民主党内建制派来说，还是认为这些老人好像似乎更靠谱一点。美国的目前的这种老人政治的现象，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看到，拜登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他在很多时候，他的语言表述他的行动能力、反应能力，都处于一个比较让人感到怀疑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对于美国内政外交的决策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如果美国需要在某些紧急的状态下迅速的做出一些决策的话，我想这个会受到影响。首先，我觉得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失灵吧。美国人民一直认为，这种一人一票的这个选举制度是比较优秀的一种选举制度，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制度选来选去，并不能选出最合适的人去担当国家领袖。那么这个会导致呢，国内的一些民众其实对美国政治会失望。那么当民众失望的时候呢，那就会产生，比如说整体的投票率就比较低。比如说美国现在人口3.5亿，但是真正投票的可能不到1.5亿，对吧？就是还有很多人的话，他其实是漠不关心的。那么这些人如果漠不关心的话，就会导致很多国内政治议题，它其实是缺乏代表性的。有一些利益团体，它可能比较积极、比较激进的，比如说环保的。
比如说气候变化的，对吧？他们就会不停地推他们的议题。而我个人认为，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其实他们做得很差的，就是可能解决民生问题，比如说脱贫的问题。美国现在大量的中产阶级都已经坠入底层了，它的这个社会已经从纺锤的结构已经变成一个这种金字塔的结构了。但是这个消除贫困的问题，现在没有任何人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解决。